讲到鸿海，你第一个想到的大概还是那个 iPhone 组装线吧？嘿呀，很难不是？对啊，但是这家科技巨人现在正把目光悄悄转到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新战场，哦，哪个？就是你的健康。健康？这倒是蛮有趣的转变。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好好聊一下鸿海这几年很用力在推的那个数位健康的大计划。这不只是他们公司转型的一大步哦，搞不好会影响到台湾，甚至全球医疗的未来样貌。这听起来格局很大哎。那我们手边有哪些资料可以来拆解这件事啊？我们有鸿海官方发布的，然后媒体报道，还有一些他们高层的访谈内容。了解。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帮你从这些资讯里面理出一个头绪，看看这家做硬体这么厉害的公司，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还有就是科技到底要怎么变成我们健康的守护者，对吧？对，没错。好，那我们就来看看鸿海这一盘键盘大棋。好啊。首先，大家最好奇的应该是，为什么是医疗啊？一家电子制造的龙头，竟然把数位健康摆在跟电动车、机器人，一样重要的核心战略位置。就是他们常讲的那个3+3策略嘛。这个背后的重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背后其实有好几层的考量啦。最主要的核心，我觉得是企业升级的那个迫切性。迫切性。对，鸿海你知道，他们不想再做以前那种电子代工服务 EMS， 那个利润真的是越来越薄了。也是啦，代工很辛苦。对啊，所以他们想往那个价值链的上面走，想要变成像是生态系的整合者，或者是内容的提供者。甚至我记得他们有提到想做平台问题的解决者。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这听起来，很像鸿海 B 事业群总经理江志雄说的那个比喻，演而优则导。啊，对对对，这个比喻很贴切。就是不想只当听命令的演员，想自己跳出来当导演，掌握剧本，还有票房。可以这么说，不过从幕后走到幕前，这风险当然也更高了嘛。这倒是真的。那他们要怎么确保自己真的能当好这个导演，而不是说只是想抢戏份的演员？这个就是挑战啦。那为什么挑健康这个剧本呢？关键我觉得是他们看到了台湾一个很独特的双重优势。双重优势。对，第一个是我们有世界顶尖的那个医疗科学实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台湾医疗很强。对，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有以鸿海智智为代表的很强大的数据科学能力。医疗加数据。没错，那数位健康刚好就是这两个东西的交汇点，是一个可以说是强强联手的绝佳机会。把台湾最强的两张牌凑在一起打，这个想法蛮聪明的。对啊，而且这个其实也跟工研院当初给的建议有点不谋而合，就是希望科技大厂可以带领台湾在这一波数位转型里面找到新的定位。而且那个江总经理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感性的点。他说数位健康最能够体现那个见众生的理念。见众生。对，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啊、福祉啊，这种使命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力。听起来蛮有理想性的。所以他们的愿景是创造新生态、新模式、新数据、新场域。是的。那里面有一句，以患者为中心，以医院为主轴，以科技为桥梁。最后那句以科技为桥梁，这是不是代表科技其实只是配角？可以这样理解哈。在这个蓝图里面呢，科技它比较像是工具，或者就是那个桥梁。目的是为了服务医疗，然后把病患跟医院串联起来，而不是说要跳出来当主角去取代医生啊，或者整个医疗体系。这个是他们一直强调的点。了解，所以动机清楚了。那既然要搞生态系，那肯定不能自己一个人玩嘛。鸿海都找了哪些队友来一起打这场仗啊？这个合作的网络铺得还蛮广的，有几个比较指标性的合作可以来谈谈。好啊。第一个是跟台北荣民总医院，就是北荣。北荣指标性医院。对，他们签了意向书，而且还承诺说3年要捐3亿台币。哇，3亿！对，那这个合作主要聚焦在3个面向，他们用3个英文字母来代表 DRV。DRV
那是代表什么？第一是 dangerous 危险的 ，R 是 repetitive 重复性的 ，V 就是 value 有价值的。哦，危险重复价值，这听起来蛮实际的，可以多说一点吗？举个例子。可以啊，比方说那个 D 危险的厌恶，像医院里面处理那个化疗药品或是放射性药品，对人员是有风险的嘛。嗯，确实。那就计划用自动化的设备来处理药品调配，降低风险。了解。那 R 呢？重复性的。这个就很多了，比如说用 AMR，就是那种自主移动机器人，帮忙送简体啊、送药品啊。哦，机器人跑腿。对，或者用那种外骨骼装置，减轻护理师搬重物那种负担，这些都是很重复性的劳务。这对护理师来说帮助很大。那 V 价值呢？ V 的价值主要就是联手开发那个基于北荣很高品质的临床数据的 CoDoctor AI 多模态医学模型。CoDoctor AI 模型。对，专门攻那个癌症啊、神经啊、心脏这些领域，希望能辅助医生诊断，创造新的临床价值。听起来很不错。那除了顶尖医院，科技伙伴也很关键吧？比如说跟那个 NVIDIA 辉达的合作。那个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NVIDIA 提供了可以说是2大武器。哪2大啊？第一个是超强的运算火力，就是他们的 GPU 啊、DGX 超级电脑啊，这就像是训练 AI 模型那个超级引擎。了解，算力很重要。对，第二的武器是一个虚拟的练兵场，虚拟练兵场。就是用他们的 Omniverse 跟 Holoscan 平台。这个练兵场是用来打造医院的数位孪生。数位孪生听起来很酷诶，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啊？这个用途可大了。比方说，他们不是有开发那个护理机器人 Neurobot 吗？有。那个机器人就可以先在这个虚拟医院里面，跑个够本，做大量的演练。哦，先在电脑里模拟。对啊，模拟各种突发状况，像是走廊突然有人冲出来啊，或是遇到推车挡物啊等等。通过模拟找出最好的路径，还有反应模式，等到他练功练好了，再放到真实医院去。哇，这样就能大幅降低风险啊，确保导入过程更顺畅。没错，这很聪明。先在虚拟世界彩排好。那在专科领域呢？他们好像也跟那个诺贝尔视光科技合作了。对，这个就代表鸿海把触角伸到眼科这边来了。双方合作的一个叫 CoDoctor Eye 的平台，用 AI 去分析那个眼底的影像。分析眼底影像做什么用？可以做远距的判读啊，侦测病灶啊。未来打算应用在诺贝尔他们自己的诊所，甚至推到偏乡去做筛检。哦，这对偏乡医疗帮助很大诶。对啊，而且合作还包括那个近眼显示 NED， 还有智慧眼镜的研发，这个想象空间也不小。看起来布局真的很广。还有一个我看到的是台湾数位健康大联盟 HiMed， 那是干嘛的？那个是鸿海跟工院院一起发起的平台，比较像是一个武林盟主的角色啦。武林盟主。对，号召了超过21家，包括产、官、学、研、医，甚至还有慈善团体都加进来。哇，阵容庞大。目标很清楚，就是整合大家的资源，打群架，一起把台湾的数位健康产业把它拱起来。了解。从医院、科技巨头、专科诊所到产业联盟，听起来鸿海确实是在织一张很大很大的网。没错。好，那聊了策略跟伙伴，我们现在来看看有哪些具体的技术或是产品已经端上台面了吗？目前有2大焦点，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 CoDoctor 平台，另外一个是 Neurobot 护理机器人。我们先来讲 CoDoctor 好了。CoDoctor，这个名字是不是 Co-Pilot Doctor 医生的副驾驶那个意思啊？Bingo，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的定位其实从名字就看出来了，很清楚，是辅助，不是要取代。这个平台他们想要做到的是端云整合、虚实交互的这种远距照护。远距照护。对，把医疗服务从医院里面延伸到家里去，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那个 Hospital at Home 的概念。在家医院。那具体的产品是什么？核心的硬体叫做 CoDoctor Pro 智合医多功能检测仪专业版。名字好长。
嘿啊，这台机器它已经拿到台湾 TFDA 2类医材的许可了。哦，已经可以用了哦。对，它可以量血压、血氧、心率、血糖、尿酸、胆固醇6种数据。但是，最关键的是，它还加入了单导心电图的功能。单导心电图，这个跟我们去医院做的那种有什么不一样？对我们一般人有什么意义呀？问得很好。医院通常做的是12导联的，那个资讯最完整。但是单导的优势是它很方便，你可以在家里，天天测，甚至实时测。方便性。对，那它最大的价值在于监测那个心房颤动，就是 AFib 的风险。AFib 心房颤动。对，这个是蛮常见的一种心律不整，而且它可能会引发中风，很严重。对，这个我知道，蛮危险的。但是它偏偏常常是那种阵发性的，可能好几天才发作一次。你1年去医院检查那一次后，很可能就刚好没抓到。确实，很多人都是中风了，回头看才知道，原来我有 AFib。就是这样。所以，如果透过像 Codoctor Pro 这种设备，在家里持续监测，然后把数据上传到云端，让那个 AI 模型来帮忙分析，就有机会在 AFib 刚发生的时候，或者是有风险的时候，及早提出预警。哇，那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早期发现的可能性耶。没错，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那这就带到你刚说的 AI 模型了。鸿海他们一直强调他们做的是多模态巨量医学模型 LLM， 这跟我们平常比较常听到的像 ChatGPT 那种大型语言模型 LLM 差别在哪里啊？听起来 LMM 好像更厉害。这个不只是技术上的差异我觉得它更是一个策略上的选择。策略选择。对。你想想看 ，LLM 像 ChatGPT， 它比较像是一个博学的通才，什么都懂一点。它是用网络上那些公开的资料去训练的。没错。但 LMM 呢，它是特别为了医疗设计的，是一个专才，而且它是一个封闭模型。封闭模型，意思是说，它用的训练资料是医院内部的，而且是经过医生标注过的私有数据。训练方式也是用监督式学习。所以 LMM 更像是一个专科医生，而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对，这个比喻很好。这样子训练出来的模型，它的精准度理论上会更高，而且也比较容易取得医生的信任嘛。这倒是啊，医生应该比较相信用医院内部资料训练出来的东西。对啊。这也就是鸿海他们一直强调的那个主权式 AI 的概念。主权式 AI 就是说，用我们自己的数据训练我们自己的医疗大脑，把关键的技术跟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完全依赖国外的技术。了解，这个概念很重要。那除了心电图 AFib 诊测，这个 LMM 还用在哪些地方啊？应用其实很多元呢，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Codoctor Eye。分析眼底影像，那个是跟长庚的黄义修医师合作，可以从眼底看到，糖尿病啊、肾病变啊一些早期的征兆。哇，从眼睛看全身。对，还有跟同种和医院合作分析那个射护线的 MRI 影像，跟更新医院合作做肺癌的早期诊断，还有跟台中荣总合作建立那个乳癌啊、冠状动脉的数位吞轮模型等等。应用范围真的很广那另外一个亮点，那个 NeuroBot 护理协作机器人呢？听起来它是不是主要想解决那个护理师人力不足的问题呀？这是主要的动机之一啦。台湾的护理人力短缺，还有工时长，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呀，超辛苦的。有研究发现护理师大概有差不多30%的时间都花在送药啊、送检体啊这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上面。30%，哇！那如果能把这30%的时间还给护理师，让他们可以专心照顾病人，那价值就非常大了耶。没错，这真的是点出了一个痛点。我上次去医院，感觉护理师们真的都像在跑100米一样，超忙确实是这样子。所以鸿海他们那个使用者体验 UX 团队就先跑去医院里面深入观察。先做功课。对，找出到底痛点在哪里，然后才回头设计这个 NeuroBot。
这个是跟日本的川基重工做硬体的，还有 NVIDIA 做软体跟模拟的一起合作的成果。嗯哼。它不只可以自动运送药品简体，他们还设计让它可以做一些像是环境介绍啊、卫教宣导啊这些任务。哎，功能还不少，但是医院环境那么复杂，人来人往的，要让一个机器人在里面安全又有效的跑来跑去，听起来，不太容易吧？哎，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数位轮身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哦，又是数位轮身。对，利用那个 NVIDIA 的 Omniverse 平台，在那个虚拟医院里面，先让 Neurobot 反复的演练，模拟各种可能的情境，优化它的路径啊、反应啊，确保它够社会化，能够应付真实世界那个混乱，这样实际导入的时候才能够无缝接轨。了解，先练好基本功。那实际在医院测试的反应怎么样？护理师们买单吗？会不会觉得机器人来抢工作？目前在台中荣总这些医院进行了他们所谓的新生训练了。新生训练。对，那根据一些访谈，护理师的反应其实蛮正面的。哦，他们好像不觉得 Neurobot 是来抢工作的，反而比较像是把它看作一个同僚或者是一个小帮手。帮手。对，能帮忙分担掉那些很耗时、很耗力的杂物。这样子，他们就能有多一点时间跟心力去真正关怀病人啊，观察病情变化啊。这听起来很棒。当然啦，像那个检滴取放啊、药品核对啊，这些最关键的步骤，还是要有护理师亲自来把关确认呢。这点很重要。安全第一。没错。了解。好，听了这么多鸿海的策略啊、伙伴呐、还有这些技术应用，那么这一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改变呢？这个影响我觉得可能是渐渐式的，但是会蛮深远的。首先可能是更好的慢性病管理。更好的慢性病管理。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如果透过像 CoDoctor 这种设备，在家里就可以持续监测你的健康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可以及时传给你的医生或是个管师，他们就能更精准的帮你调整治疗方案啊，或者给你一些生活的建议。这样感觉安心很多诶，不用再等到回诊的时候才凭记忆报告最近的状况。对呀，其次呢，可能是更早的疾病发现。更早发现。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在判读那个医疗影像方面，其实有很大的潜力。影像判读。比如说看眼底影像发现早期的病变，或是辅助判读那个癌症筛检的影像，搞不好 AI 比我们人眼更能早一步抓到那些很细微的异常。那就能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治疗时间了。没错，再来也许是更优化的医院体验吧。医院体验怎么说？理论上是这样子啦。如果说像 Neurobot 这种机器人真的能够有效地分担掉护理师那些重复性的劳务，让他们不再那么分身乏术，那么未来我们住院的时候，或许就能感觉到，护理人员有更多时间来回应我们的需求，提供更人性化的关怀。哇，这不只对病人好，对护理师也是一种解放医病双方都是福音。对啊，那如果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呢？对，这对台湾整个产业有什么意义？这整个计划如果能成功的话，搞不好有机会为台湾打造出一个新的护国神山产业。新的护国神山。对，因为鸿海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主权的 AI 医疗生态系，从数据演算法到应用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整套模式如果在台湾能够验证成功，那未来就有机会整套输出到国际去。哇，那就可能成为继半导体啊、资通讯之后，台湾下一个可以在国际上抬头挺胸的产业。这个愿景听起来非常吸引人。不过，这听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吧？感觉是个漫长的过程。绝对不是。这个鸿海自己其实也说得很清楚，他们说这是国家级的永续工程。国家级的永续工程。对，需要的是一步一脚印的累积，而不是那种短期的奇迹。尤其在医疗这个领域更是如此。你看信任啊、法规啊、临床验证啊，每一步都得走得非常扎实，这都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
没错，医疗的东西真的急不得，安全跟信任是最重要的。是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算是深入剖析了鸿海从大家熟悉的电子代工跨足到数位健康这个领域的一个蛮宏大的蓝图。对，我们看到他们不只是想卖硬体而已，更想要透过整合整个生态系，掌握关键的数据，发展自己的 AI，希望扮演未来健康照护的一个关键推动者。没错，从他们结盟顶尖的医院，还有像 NVIDIA 这样的科技巨头，到那个 CoDoctor 平台的远距监测跟 AI 应用，再到 Neurobot 机器人去分担护理师的工作，一个用科技来赋能医疗的轮廓，好像越来越清楚了。对，这确实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跟现在很不一样的未来健康样貌。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来思考一下。好，鸿海这次转型，他们特别强调要建立台湾自己的主权式 AI 医疗体系，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自己的健康数据，还有医疗的智慧那个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健康主权。对，那当 AI 在我们的健康管理里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的时候，你觉得拥有这种健康主权，对我们个人，还有对整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那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去确保这些很强大的科技，还有这些敏感的数据，能够被妥善的、合乎伦理的来运用？要确保它真正是促进全民的福祉，而不是反而制造出新的数位落差，或者是带来新的风险。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持续的去深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需要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能够让您对于智慧医疗的未来，还有科技怎么样重新塑造我们的健康，有更深入的想象和认识。下次的 The Deep Dive 我们再见。